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好，来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何荣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台科大机械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2026的前几天啊，在这边先祝大家2026新年快乐。不过在2026大家喜迎新年的同时，也看到了这开年还真是不平静啊。因为在新年前的3天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宣布举行了围台军演，而且是实弹的军演啊。在12月31号这一天结束之后，《华尔街日报》也归纳出了这次军演对台海局势的5大启示。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哪5大启示呢？第一个是解放军展现了海峡内控制、海峡东侧拒止的双重能力。另外，川普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耸肩的表示说，没有什么让他担心的哈。他说，中国做这件事情已经25年了。第3点就是有意图警告美日不要插手台海议题的信号。第4点是台湾军方启动了快速反应演习，部署机动飞弹车，还有爱国者飞弹。海巡署跟海军也紧盯着共建动态，而且在内部这个台股还逆势上涨。第5点呢，就是模糊演习跟开战的界限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件新闻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年前就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 在他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2022年的8月，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访台所带来的代价远大于益处。解放军发动的环台军演，还有这次对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呢，在 Pelosi 访台之后这个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个负面大于正面，到现在为止这个变化都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状况。确实是如此，在 Pelosi 访台之后，我们知道了海峡的中线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战机常常就是飞越中线这中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没有中线的存在了。但马老师，你先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华尔街日报》它是5点的分析，对，我们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从股票来，这个还是持续大涨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台湾民众来讲，好像他打他的，我活我的，好像变成一种感觉有点脱钩对，有点脱钩。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威慑，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在下降大家好像有点温水煮青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现状的改变上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戴维斯线现在没有了，这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在3年半里面举行过7次的围台军演这海峡中线的概念渐渐消失。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正义使命比较麻烦的是，它有划设的这个演习区进到我们的这个领海基线里面，就是在恒春南边这边那其实你从联合国宪章这个第2条第4款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讲是不可以存在的，也就是它违反联合国宪章。那什么时候才会合乎联合国宪章？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情况底下，这个台湾的领海就是我的领海，它才有可能这样划设。那这个划设事实上它有很强的法律意涵，这个意涵就是它会让现在台湾的领海，第一个越来越受到压迫，第2个在国际上面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个反抗或者是抗议的话，它会渐渐变成一个现状。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共演习，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包夹，因为过去的7次围台军演，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它划设的演习趋势越来越像台湾内部内缩。我问一下，越来越包夹，就代表着台湾能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对，但是它在做法上面，因为它有一种僵固性，就是它只要往前推，它就不可能往后退，因为它的施压是要让你觉得越来越强，所以未来可以预期它应该还会再往内缩。可是这个内缩现在已经到毗邻区，就是24海里，它未来有可能会进到12到24海里，这个会很尴尬。那也就是说，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预测，在未来，我认为擦枪走火的机会的确是存在，也就是说，他用战争边缘策略把你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他往你领海内
这个做实弹演习的时候，那你怎么去定性？它算不算联合国宪章51条的这种反击的？而且这次我看到报道上面，特别是在第一线的官兵，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啊，在你说比如说包括说台海的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边的船舰，用那个火控雷达在锁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知道你锁定我了，那我也同样会锁定你，这难免。就是不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啊。对，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对台动武这件事情是一个政治决断，就像薛瑞福讲。但是这个政治决断，我认为可能要开这第一枪，它也有很大的压力。比方说，这个他不知道后续会发生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在渐渐进逼底下，双方都很紧张的这个条件下，擦枪走火确实是有可能，就不小心误触，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演习实弹射击的时候，万一击中我们的船舰，不管是渔船或者是公船，其实它都会造成很大的轩然大波。那现在越来越逼近，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OK，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问说，那这个时候美国在哪里？哈，那有一个人哈对军演，他对于跟刚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看法，认为说川普对此非常冷淡，他是不同意的。这个人是谁呢？是胡振东。胡振东在台北出生的，他1977年到2004年都在美国空军服役。后来呢，他被分发到密苏里州的飞弹基地，担任 LGM-30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发射战斗队的队长。然后在1989年呢，他被调到了美国空军总部，他所负责的范围是中国大陆、蒙古跟台湾。2007年，胡振东曾经被美国国防部派到 AIT 担任技术组的副组长，他带着一支团队向台湾提供美国的军事援助跟相关的训练。所以对于台海冲突这样的议题他断定美国几乎是100%会在台海冲突当中出动兵力来协防台湾。好，我们引用一下他的说法哈，他的说法是这样，他说，美国真正的角色是在台湾周边形成外围防线，航母战斗群、日本与菲律宾基地、美军前舰与空军将在海峡外侧执行制海、制空和远程的打击任务，压制所有试图跨越台海的威胁。来，我就问一下 Ross 哈，你觉得他比较了解川普，还是你比较了解川普？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你们有一句话，就是外来的和尚念经，你们都会很疯狂了。只要是一个美国前任什么，不管是国务院、国防部等等前任人士，针对台湾或两岸关系、两岸开战说话，你们都会 lose your mind， 你们都真的会。所以我要问你的就是，你觉得他的代表性如何？首先他的确是专家，但是不得不提醒大家，连他在访问中的时候，他有几次说，我讲这个不是机密啊。所以其实他讲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比如说他说美国跟台湾有交换情报的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也强调这不是 classified， 不是 secret。那另外他又讲到一些台湾的 radar 的能力，这个也不是秘密。甚至他说，万一打仗的话，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动作等等。我们都知道美国本来就有相关策划，的确是有，不管是美国印太总部那边或战争部在华府那边都有这个策划。但是重点是，而且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是时任总统会怎么决定，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美国的确是有完美的plan， 那日本也有，那不一定日本或菲律宾会加入，但是都有相关的 plan。那问题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美国总统时任总统，不管是川普或以后的总统，这是重点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万一真的有这个决定权。100%是时任美国总统，对，就看到时候是谁当总统嘛。那现在的话是川普嘛。如果在2年内会发生类似的状况的话，以现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他认为是川普是会出兵协防的。
我可以这样代表吗？很难说。川普每次被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义务回答的方式，他都会说我不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是。那有一次他接受访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我就会克中国东西150甚至200%的关税。但是他没有说美国会派航母或会有军事动作。对，所以我在这2天看到有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呢，胡振东会这么讲，就代表后面其实有一些support 他的这个力量。我完全没有，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不管是 AIT 美国在台协会或国务院、国防部、战争部、白宫、国安会等等相关单位。他们不会这样安排一个退休军官这样上台湾电视节目做这个分析，所以是不会的。意思就是说，这只是胡振东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当然是他个人的。我刚说他是专家，他非常了解，万一战争的话，美国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跟计划。这个他非常非常清楚。好，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台湾的观众，就是如果胡振东的看法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的话，那真的不要特别的把这个东西放大，说以后美国。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美国一定100%啊，或者是接近100%会协防台湾了，对吧？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是今天可以说是接近100%，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我刚刚说，我再次强调，只有10任总统，美国总统或者日本的话，只有10任总理大臣有这个决定权，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预测会不会。对，所以要看当时。除了10任总统，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会发生的相关配合的一些因素而定。这个时候做出预测确实大胆了些。好，那这次呢，当然在军演之后，也有专家就提出了研判啊，说这次他们看到了大陆解放军发射了射程超过了190公里的火箭弹而且目标是直接指向台湾的补给线。海底网络电缆以及呢液化石油天然气就 LNG 的接收站，所以进一步请教洪老师，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西半部包括竹科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现在不只是竹科啦，包括中科、南科还有高雄可能都会成为非常有风险的范围。那所以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根据您的了解，有没有一套由上而下或者是由下而上的 BCP， 也就是营运持续计划，就当遇到了天灾风险，甚至包括战争，如果遇到了面对这种极端的状况，还能够继续维持正常的生产。OK， 其实就竹科我不能代表园区管理局回答这个问题，对，但我们就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包含当时在竹科去设立基地的时候，大家发现新竹放台风假的机会几乎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就以一个 Fab 厂，它可能每个月生产量在2万到2万5千片的晶圆片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它一天停工，它要损失多少营收？那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营运持续计划去调整它。但是像打仗这么极端的这个情况下，全民进入戒备的情况下，电力供应没有办法到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下。这个即便有 BCP 计划，它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效的运营？我这样讲一件事，包含在夏天的时候，台湾各处限电缺电，你就会看到有人可能开着一大坨的那个电力囤积车，我来卖你电，你需不需要电？为了维持的这个所谓生产，其实光是打仗的时候，如果直接去攻击到这些所谓的任何的通讯缆线或者是任何的电力系统的话，其实对于生产上那个破坏力太大了。所以即便有 BCP 营运计划，我想目前可能不会去估算到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我这样讲好了，黄仁勋今天要把高阶晶片出给中国，那他库存不够，那现在谁能来帮他完成这个晶片？我说，这个算盘打得挺好的，那我就再来一个演习打掉，然后结果辉达违约交割嘛。中国2手赚，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他们还是会先希望拿到他们的东西。不过您刚刚点到了能源这个关键的议题啊，就是说，台湾如果真的万一走到非常不幸的状态是被攻击了，我们的能源备案是什么呢？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所以我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也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什么能源备案。
但是看看打仗的地方看起来也都挺惨的。对，所以 Ross， 你看这个军演当然就是在推想各种不同的状况，但这一次看到说围台，而且是实弹军演，其实它是越来越收紧。刚刚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收紧呢，其实我们会造成的是我的反应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我们的西岸就是台湾的西部这边的能源设施，如果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能源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怎么办呢？我有偏见，因为我个人是一直主张台湾要继续使用核能。但是不管是蔡政府、赖政府都已经做下决定。那不管最近赖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开几个条件，只要什么，那后续会考虑恢复使用核能。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只要他在执政的时候，不可能，真的可能性真的是很低了。就是民进党的算是一个核心的政治立场，他们不支持核能。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核能的话，就很难维持这个电力。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已经最近也是很多外国专家、外国智库有做这个经济推演，有分析到台湾能源的问题，结果都一样啊。如果解放军围堵台湾的话，那能源这么进口来台湾？对，我很同意 Ross 的观点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聊 AI 工厂建制的时候，能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会遭到战争影响最大的是大型电网被攻击。没错。那有没有办法集中在小型工厂用的分散式小型核电电网去攻击工厂，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可能是一个折中的紧急备案。但是我补充一句话，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话，不管电力怎么样，生产工厂还在的话，问题是战争一开始没有空运跟海运，所以几十工厂还能营运的话，你的东西没办法输出到国外，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地下化吧，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而我要问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都知道能源是痛点，可是呢，有没有针对这个痛点去思考，或是已经有在执行的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新年一开始呢，现在各国都在思考这2026这一整年怎么样能够制定自己的国家整体战略。而对中国大陆来讲呢，拼出海会是其中之一。中国大陆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的电动车出口年增87%，那其中出口墨西哥是暴增了2367%。是非常高的那到19344辆，冠居全球。亚洲年增71%到11万61辆。那欧洲年增63%，然后拉丁美洲年增283%，也很可观。中国大陆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年增是39%到25700多辆的这个电动车。小鹏汽车执行长何小鹏因此表示，产能过剩将会加速中国大陆的汽车，特别是车企洗牌。所以呢，他认为未来10年中国大陆将会只剩下7家主要的车企能够幸存下来。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则是显示，新能源车1到11月这个销售车价呢，现在平均来看呢是人民币10万多元到15万折合台币是48万到67万最多。其实这样听起来是很便宜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占比呢，还是占整体的23%所以将近是1/4左右。最大车企比亚迪也开始降价，所以让这个价格战呢越打越激烈，造成中国大陆的国内供应过剩的情况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如果是以外销来舒缓内卷的这个策略我先请教马老师你觉得可以撑多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用外销来消化内卷，应该是一个市场趋势的必然那会撑多久？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撑蛮久。我举个例子2024年这个1年的电动车在全球卖了1700万辆，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增加到2200万辆，就是也就过去1年里面，全球的电动车市场增加了29%，到2030的时候估计是3900万辆，也就是说全球的市场
它是不断的在扩张跟成长，而且速度非常快。那我认为在这个中国开始电动车大幅开始成长是2006到现在20年，也就是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靠中国大陆市场养起这个主要的几家10家的最大的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电动车厂，这个阶段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接下来就整并。就现在中国大陆内部大概有100家有登记的电动车的公司，但是在未来的10年应该会剧烈淘汰。我认为可能7家是太夸张，但是也许剩个20家、30家，真的是整并在一起。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必然，它会让大的人越来越大。然后，但是问题是，这些最主要是它的，像比亚迪，它毛利率有到18%，这是非常高哦。那也就是说，它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它在内部的确是在萎缩。可是接下来看的是全世界的电动车成长，所以我认为外销来解决它内卷的问题，大概是一个必然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看起来在2030年之前应该都有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规模经济啊，当你这个够大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 bargain 的那个力量就更强啊。那你怎么看2026？就是因为提到说中国大陆现在特别是在电动车是全力拼出海啊，整个产业的战略，如果我们从宏观一点角度来看的话，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市场它推不动，因为美国2024年开始科中国的电动车是100%的关税。欧盟是克了35%，可是欧盟还在成长。那它的主要市场现在会往新兴工业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比如说亚洲国家。它的就是还有包含像墨西哥这种成长非常快的国家。那我觉得它的市场战略是往这些方向走，反而是我觉得美国它这块市场应该就放弃了，因为美国有自己的特斯拉，它也不会想跟你买，那它又用关税来保护它国内产业，所以我觉得它在策略布局上面应该会往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这个生根，或是持续的往这些市场拓展。OK， 提到了欧盟哦，其实也有一个数据很有趣，2025年欧盟、英国还有 EFTA， 就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地区。中国大陆制造的汽车销量啊，已经超过了70万辆，远高于2024年的40.8万辆。虽然说欧盟呢后来开始实施额外高达就是刚刚提到的35%的关税哈，但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汽车销量还是不断在飙升。这个 Auto News 就报道说呢，进口到欧洲的中国制汽车当中，大约有2%。只需要缴纳标准的10%关税，但在欧洲进行的本土制造还是很少见。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搞了半天，欧盟的关税对于像油电混合还有内燃机啊，就油电车油车这些只需要仍然只需要缴纳基础的10%的关税。那35%呢是只针对电动车而已啊。所以有人就会问了，说关税就欧盟寄出了35%，可是为什么感觉上好像是不是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油电混合车非这个电动车，它是油电混合的，就留了一个后门？怎么看？我觉得欧盟对这个问题其实本来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因为还是有很多团体环保团体等等是非常支持改为全部电动车。那当然。有些政治人物也是很支持，但是也有政治人物要保护本地企业、欧洲的汽车制造企业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短期之内一些相关政策有出入的话，有一些不同调等等。但是中长期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清楚，他们对中国的电动车还是会课高关税，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企业，所以我真的觉得中长期不管是贸易障碍，就是高关税，或者给自己企业好大的补助，或给我们一般消费者买电动车的补助等等。他们还是会保护他们自己的企业，真的会，他们不管怎么样，不会让中国电动车在他们自己的欧洲市场超越他们自己的汽车行业，这个也是不可能。有一个现实问题 ，Ross， 我继续请教，就是因为先前我们知道发生了安氏之乱呢，就是这个车用晶片，就是才知道原来这么的重要。那后来也看到最近。就是在2025最后的一个月，我记得没错的话，欧盟也把原先他们设定说要在2030吧，
啊，全面就是用电动车这样的目标往后延，因为他知道他必须有一些问题，实际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合并在一起看，我们现在讲到说油电混合车这个部分，目前还是克10%，那只有电动车是克35%，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做调控，是这样子吗？哎，这个问题有3个字来解决：台积电。欧洲在等台积电加码投资就好了。你说是欧积电是吧？对，因为本来在美国投资65 billion， 后来川普上来就再加100 billion， 对不对？那台积电已经答应在德国设厂，跟这个德勒斯登那边欧洲公司合资了。但是说实在，第一，那个不是为了制造最领先、最新的科技，都是为了比较老旧的、比较成熟的科技，对不对？而且都是为了提供给汽车业。所以真的有必要的话，那就等台积电同意在欧盟那边加码投资就好了。但是这个当然是需要时间，不是今天决定，明天盖厂，后天就直产。这个的确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可以有100%的信心，在这个节目今天预测以后台积电一定会在欧盟那边，不管是德国或法国、意大利。还是会加码投资，一定会。OK， 好，因为这个就牵扯到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车用晶片啊，因为车用晶片其实不像一般像更高阶的，像我们现在会提到什么2奈米啊，甚至是2奈米以下的哈，这部分是黄老师的专业啊。因为日经亚洲有报道一件事情，说包括上汽集团、长安汽车、长城汽车，还有比亚迪、理想汽车。以及吉利汽车啊，这些中国大陆知名的汽车制造商，他们正准备要推出搭载100%中国大陆自制的国产晶片的车型，哦，真的都是 Made in China 咯。而且至少有2个品牌计划最早在2026年要开始量产。那这个目标呢，比起要求今年大陆国产汽车自制晶片使用率要达到25%的政策目标啊，呈现出大幅提升的变化，所以我们先从车用晶片开始聊起，因为它毕竟不算是最高阶的一个制程啊，这个特征大概是怎么样？哦，车用晶片主要几个特征，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太空晶片、先进晶片、车用晶片。那其实车用晶片我们随时可以修，但它出了事很麻烦。所以还是一样，车用晶片要的一个字就是2个字就是耐用，还有另外2个字是稳定。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今天任何的自家晶片或任何的晶片的损坏，或者它一时的一些失效，导致了一场车祸，造成了人命，那最后这个责任的归属要算是谁？是汽车生产商、晶片生产商，还是使用而未注意的人？这在责任归属上的比例会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车用晶片稳定性占第一，我不用最先进的，但我要用最稳定的，因为稳定跟安全有关。是的，我稳定，比方说我一台车，我预设我电池可能10年会优先于我的晶片坏掉，我就把我的晶片的效期可以拉到15年、20年，它不会坏掉。我预期我电池堆7年不行，我拉到10年、15年，我都还可以继续用这个晶片，才是车用晶片的一个最关键要的地方。它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生产技术当然。tune 参数各方面呢还是重要的，我怎么做提高良率那是公司赚钱的事情，但从晶片架构本身，它的特征就是稳。所以老师怎么看中国大陆现在它终极的目标是100%自主生产，就是它的车用晶片不受制于外人，它的机会跟挑战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之前我们讲过，它就算它要开发 AI 晶片，也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可以靠人去堆叠。那车用晶片我们把它拆2个范畴嘛。我们拆初级的可能一般的 MCU 控制器，然后甚至到一般的那个能源管理单元，然后到进阶我可能自动驾驶到我边缘运算加车载娱乐系统，分2个范畴。我相信前段中国要100%自产，应该已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以生产非常多的传统的控制器晶片，这其实也蛮多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出现了。那到高阶晶片，中国今年也发布，去年也发布了庐山还是什么山的武夷山。武夷山是红茶，他们的那些比较先端的晶片，所以中国100%制造他们国产车用晶片的速度，我相信可能不会太久。所以他说是已经具备了，绝对是有的。对，但是它可以有多少的产能跟产量去供应它所有市场里面的
车用晶片，这个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们只是说我要拿出一台100%国产车用晶片造出的车，我相信中国在短时间内是有实力把它全部做出来。OK， 所以这又回到这几年不断在强调是2025中国制造这件事情，就是不断在展现中国大陆制造的实力，希望在2026以后，包括特别在车用半导体，就是车用晶片上面呢，要再次向全球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做得到。那其他国家准备好了没？马上回来。